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密密麻麻的身影自黑云中呼啸而出，萧炎一脸凝重，看样子魂族这次是倾巢而出。黑云中央正是魂天帝，虚无吞炎在他身后紧紧相随，在后面就是藏天山脉中组建死亡之界的那4个老不死的家伙。萧炎心头一沉，那4人的气息竟然又都恢复到了8星斗圣，他们4人足以让双方高端强者的实力出现倾斜。这时联军密密麻麻的人影也都出现在学院上空，萧炎身形一闪，来到了大军最前方。他突然发现联军的阵容似乎比上一次又壮大了不少。看出萧炎的惊讶，古元说他们3族将族中的力量尽数抽了过来。这个时候魂族可没胆量再分出人去进攻他们3族，而且这场交锋非常重要，输了的话恐怕就是万劫不复，所以他们唯有尽力一搏。萧炎沉默地点点头，而后他告诉古元，他在岩浆地底找到了古地洞府以及神秘守护者的实力。古元等人脸色一变，一名9星斗圣后期的强者足以扭转战争的结局。古元喃喃自语地说着，这千年来他并没有听说过任何非人类的种族出现过9星斗圣后期的强者，想必这个神秘生物存在的时间必然极为久远，说不定连他和魂天帝都比不上。魔兽的寿命本来就长，那个大家伙能够成为守护者，存在的时间必然不会短到哪里去。魂天帝缓步踏出，他的目光停留在古元以及萧炎等人身上，他声音平淡地说，自己先前说的合作依然有效，等他进入斗帝后，古元再来归降可就没用了。见魂天帝现在还想拉拢自己，古元忍不住一笑，他举起手掌轻轻挥下，顿时联军中爆发出无数道强悍的气息，牢牢锁定着魂族大军。魂天帝轻叹一声，也不再多说什么，一道璀璨光团从他纳戒中飞出，悬浮在他头顶。驼舍古地虚幻的苍老身影浮现时，整片天地的能量瞬间沸腾，一股宛如天地主宰般的威压从天而降。魂天帝祭出驼舍古地狱，一掌猛地对着下方摁下，庞大的迦南学院在魂天帝这数千丈庞大的巨手下化为一片深渊，赤红的岩浆被这一掌逼出，瞬间淹没迦南学院，然后浩浩荡荡地在黑角域中扩散开。古元大喊着拦住他们，不能让魂天帝召唤出古地洞府。他身后的雷银、严禁等人大喊着动手，无数道斗气光柱爆射而出，轰向魂族大军。面对联军发起的攻势，魂族大军也开始结阵，众多弥漫着黑雾的黑色锁链互相交叉，化为一道天罗地网，浩瀚的斗气光柱轰炸在锁链大阵上。魂天帝微闭着双眼，全身心地操控着古玉，感应着深藏在岩浆之底的古地洞府。古元冷哼一声，出现在锁链大阵外，他大手挥动，魂族坚固的锁链顿时爆开，虚无吞炎出现在他身后，今日就由他来会会古元。他的身后还有2名当初组建死亡之界的老者，虽然他现在进入了地境灵魂，但单打独斗还真不是古元的对手。古元一眼就看出虚无吞炎的实力，他淡淡的说着，魂族果然待他不薄。虚无吞炎不想和古元多说废话，他双掌一探，铺天盖地的黑炎暴涌，他身后的2名老者也同时出手。古元身形一闪，快落闪电般出现在一名老者面前，他探出一指，将那名老者打伤。就在他准备再度出手时，黑炎涌出，无尽的吸力暴涌，仿佛要将他体内的斗气吸尽一般，夹杂着恐怖灵魂冲击的斗气自古元体内暴涌，直接将黑炎震得粉碎。在古元和虚无吞炎3人大战时，浑元天带着另一位老者冲到萧炎面前，他目光怨毒地盯着萧炎。当日萧炎趁他疏忽，强行夺走了死寂之门，导致死亡之界彻底崩坏，魂族大军不得不退。若不是如今情势紧张，他少不了要遭受一番重罚。今日他定要让萧炎死无葬身之地。萧炎眼中闪过一抹凝重，魂族直接派出2名8星斗圣来拦截他，可见他们对他的必杀之心。不过就凭这2人想要击溃他，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。而且现在的战况十分焦灼，他来拖住2名8星斗圣，也能减少一点联军的压力。小杂碎，受死吧！混元天充满死亡气息的掌风对着萧炎当头劈下，净莲妖火自萧炎体内暴涌，化为一道火焰巨掌，硬生生地将混元天的攻击接了下来。
诡异的死亡气息被净莲妖火迅速净化。一招接触下来，浑元天就发现萧炎的实力比当初又强上不少。他连忙喊一旁的浑生天和他一起出手杀了萧炎。浑生天点点头，出现在萧炎身后，充满死亡之气的巨大黑指狠狠按向萧炎。萧炎一掌轰出，恐怖的火焰风暴直接将黑指震飞。一拳挥出后，萧炎施展出金刚琉璃体，而后又施展出毁灭火体，同时施展出2种强化身体的斗技后，萧炎的气势变得异常狂暴。他大手挥动，一掌拍向浑元天，在他手掌拍下的同时，他的手指也是接连弹动。黄泉掌、大天造化掌以及黄泉指3种不同的斗技几乎同时在萧炎掌下成型。面对萧炎凶猛的攻势，浑元天脸色巨变，浓郁的死亡气息从他体内涌出，最后在他身前化为一道1000丈庞大的黑色墓碑。黑色墓碑在萧炎的攻击下最终砰的一声爆炸开。萧炎刚想追击浑元天，耳朵突然一动，他立刻转身，巨大的拳头条件反射般对着身后的空间轰去。一根巨大的黑色石柱破空而出，和萧炎的拳头重重撞击在一起。浑生天的实力比起浑元天还要强上一线，这一击对轰让萧炎退后了数十步，喉咙也涌上了一抹腥甜。手持石柱的浑生天气息也有些不稳，此时浑元天出现在他身旁，准备2人一起出手耗死萧炎。萧炎冷笑一声，他手掌一挥，召唤出1000丈庞大的死寂之门。死寂之门涌出强烈的吸力，想要将浑元天2人扯入其中。见萧炎祭出死寂之门，浑元天2人眼睛一亮，他们丝毫不做抵抗，直接借势冲进了死寂之门中。萧炎眼中闪过一抹冷笑，浑元天曾经犯过的蠢事，他自然不会重蹈覆辙。进入死寂之门后，浑元天2人刚想寻找灵魂石抹除萧炎的印结时，却发现门中居然弥漫着滔天的火焰。一看到这粉红火焰，浑元天2人脸色一变，他们刚想后退，净莲妖火化为条条火龙扑向他们。在将火龙震散后，浑元天他们一个闪烁间就出现在死寂之门的入口。恰在此时，一道1000丈庞大的身影将大门堵得死死的。紧接着，接连3道黄泉天怒袭来，硬生生地将浑元天2人震飞数千丈，他们的灵魂也在狂轰猛炸下开始眩晕。萧炎冰冷的笑声响起：“既然进去了，那就别想出来了。”他的手印变换，一道道弥漫着毁灭之力的6色火莲浮现，最后悬浮在死寂之门中。片刻间，便出现了数十个毁灭火莲，这等数量让浑元天2人脸色巨变。这些火莲若是在死寂之门中爆炸，就算是以他们的实力也吃不消。他们2人对视一眼，决定顶着萧炎的黄泉天怒冲出死寂之门。可惜此时已经为时已晚，萧炎最后丢了3朵毁灭火莲进去后，心神一动，所有的毁灭火莲瞬间爆炸。同时，萧炎一掌拍在死寂之门上，他留在灵魂石上的灵魂印记直接自爆。随着灵魂石的爆裂，死寂之门上陡然炸开道道黑雾，空间也瞬间崩塌，一股无法形容的破坏力和毁灭力直接将浑元天2人吞噬。天空上的萧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这一次那2个老鬼就算不死，也肯定是重伤收场。萧炎转头望向下方的岩浆海域，那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。古地洞府终于要重见天日了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